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部的13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集讲到电池暴杀了优子，战争恶魔约尔也终于找到了他的仇家电锯人，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报仇了，约尔真的是1秒钟都不想耽误啊。他从大厂中取出了优子的鱼翅，施法变出了一把优子断腿剑。不过这个武器的造型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弱啊，估计参加断刀大赛第1轮就会被淘汰吧。随后约尔怒视着电锯人质问道：该死的电锯人，你可认得哀家吗？电次男表面上愣了半天没有反应啊，实则他的视线在约尔的身上疯狂扫荡啊。好平庸的身材啊，但也不是不可以。好土气的内衣啊，但也不是不好看。耶嘿！正在电次欣赏风景的时候，优子尚存余温的大肠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吓得电次一个机灵，还以为优子诈尸了呢。结果回头一看，是之前被优子握在手里的女生啊。换有不是美女我就脸盲症的电次反射性的问了一句：你他妈谁呀？结果呢，他回身又想起来，这位好像是之前自己救过的人啊。电次赶忙对女生实施了自己的网红炒作计划。喂，看这边啊，小妹妹，刚才是我救了你的哦。结果那个女生一看电次长得跟个妖怪一样，吓得不停的尖叫：你不要过来啊，不要吃我呀！这时呢，电次好像想起了什么，对了，要先曝光自己的身份才行啊。然后他就像个楼盘销售员一样，对女生一字一句的说道：你好哟，我是电锯人的呢，我不吃人的喵，因为我是人类的好 neighbor 呢。我的内在其实是个高中生的说。就在电次想要当众变回人类，完成他的炒作第1步，约尔已经飞身跳到了电次身后，准备一刀斩掉电次的首级。说时迟那时快呀，一条肥美的章鱼出手，突然现身掳走了电次。约尔扑空之后落地一看，现场只剩下一片狼藉，也不知道约尔是不是把电次之前的那句你他妈谁呀听成的是对自己说的话。他此时感觉自己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难道电锯人一直都当我是条杂鱼，连跟我战斗的意愿都没有吗？约尔仰天怒吼道：可恶啊，电锯人，我跟你没完！等着我，你等着！而另一边呢，果然是章鱼哥把电次给掳走的。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他会尽一切手段阻止电次的身份曝光。看来电次想要开启他的后宫生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呢。至于优子袭击学校的事情嘛，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学生们都在疯狂讨论优子的各种八卦，他的名声基本上可以说是臭了街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消息就是，传说优子并没有死，他现在正四处逃匿，行踪不定啊。我只能说阿树的功力看来是大有长进啊，比起第1部的时候突然就让某个角色暴毙，第2部已经开始学会反复折磨一个角色了。而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主角三鹰将了。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时常被噩梦缠身，孤身奔跑于小巷之中。没有了之前优子的陪伴，三鹰将的身旁经常会出现许多触目惊心的知音尸体，这些尸体越堆越多，让三鹰将无暇顾及，他只能不断的向前奔跑。可是越往前跑，巷子的深处就越发变得黑暗。每当自己将要被黑暗所吞没的时候，三鹰将就会从噩梦中惊醒。他大口喘息着，回头看了一眼睡得跟头死猪一样的约尔。三鹰将起身倒了杯水，可惜这一丝凉意涌入喉咙，却并不能缓解三鹰将低落的心情。但就在这深夜时分，却突然响起了一阵瘆人的敲门声。三鹰将背后直冒冷汗，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是谁在敲门？结果从另一侧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三鹰将惊呼道：难道说是优子？说罢马上就走过去想要开门。我一看，我操，这不是阿树祖传的开门剧情吗？
一般来说啊，开门之后呢，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呢是出现你好朋友的行尸走肉来折磨你，那第二种呢比较简单明了啊，就是砰砰。然后啊，其实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你握力不够，那根本就打不开门，嘿嘿。柚子啊，在门外警告山鹰酱，千万不能开门啊！山鹰酱，我只是想隔着门和你说说话而已。我现在啊，已经变成恶魔了。要是你开门的话，我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吃掉你啊！结果山鹰酱才扔了一个格子的镜头，就光速把门打开了。我真的服了，这是何等的魄力啊！山鹰酱开门的速度已经领先电次太多了，而站在门外的是早已面目全非的柚子，估计是之前那个迷之少女复活能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啊。柚子现在啊，以鱼翅为刘海，以鱼翅为手臂，甚至还用鱼翅做了个百褶裙吗？对于经常研究人外娘的我来说啊，看了这个造型之后，甚至还有点小兴奋呢。那么山鹰酱和柚子的这段感情到底还能不能再继续下去呢？请关注下周阿树的发病情况吧。本话结束。